站在分岔路抉择的两端，难选择不知怎么办，轻易之间让心为难。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，人生路有不测变幻，黑白间的隔墙，要如何判断？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，对与错无绝对答案，尽快走出灰色阴暗，重新再活一段。拒绝这诱惑的迷幻，捍卫着心中不变的答案。别为了那欲望掉入了深渊黑暗，要感受心中那股炽热力量。我不断反复地想燃起心中太阳，朝着光一定不会遗忘，聚在心里的黑暗，举起不屈的能量。无论何时坚信着我的信仰。真舒服，我前世一定是一条鱼，进到水里，全身都舒畅啊。我记得你小时候很喜欢游泳，常常叫明叔带你去游泳。我小时候就梦想成为游泳健将，代表新加坡去比赛，拿金牌。结果现在就在我爸的面摊煮面，洗碗打杂。现实的梦想怎么会差这么远啊？我现在的梦想是成为大老板，赚很多很多的钱。干嘛？你笑什么？我讲爽不可以咩？想当大老板赚大钱也不是不可能的。算了，我自己有没有料，我自己最清楚。当老板赚很多的钱，那下辈子吧。有没有兴趣过来帮我？兄弟俩一起打天下。帮你？你不是开清洁公司的吗？要我整天拿着拖把一家一家去打扫，我不如卖我的面。谁要你去当清洁工人？是什么？你怎么说一半不说了？清洁公司只是业余的。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和林大海吃得很嗨的那些东西吗？那些东西才赚大钱呢。原来你暗地里是这么做的。你过来帮我，你的朋友要多少路去开打理都没问题。可是会不会被警察抓啊？赚钱要怕这个怕那个，难道你想一辈子待在面摊吗？你出息的。有钱赚谁不想啊？你让我想一想。好吧好吧，你想好了就告诉我 ，OK？喂，知道了。最近风声很紧，做事机灵一点。我等一下约了大客户见面，大老板也会亲自下去验货。还有，你等一下帮我准备一样东西。如果Hello， 他在电话里说大老板要过来，还约了大客户交易。我想假装帮他办事，混进他们的大本营里，就可以把他们的大老板还有所有的人一网打尽。这样做太危险了，你先不要轻举妄动，等我的安排行事。可是机会难得啊！什么机会难得啊？你每次要我买包包给你都这么说，打了7折还不是要2000多块？我哪有钱买给你啊？什么？有客人要送你？好啊，你让他送啊，以后就别再来烦我了。告诉你，张桂香，
你知道我丁有朋这一辈子最痛恨的是什么吗？就是那些贪财的女人。他们把男人当成什么？开银行印钞票啊！我要是你啊，早就把他给甩了。可是怎么说，我都是对他有感情，都怪我没出息。喂，王茂聪，你不是说要关照我的吗？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胆。你不是说要做大事，就不要怕这个怕那个吗？好，我帮你。这才像个男人嘛！到时候有钱了，你要多少女人都可以呀，知道吗？哎，你们现在去哪里呀？我再联络你。上车吧。不是说要赚钱吗？哦。鹏哥，哇，鹏哥，这就是你们的大本营啊！那么多货，难怪会赚大钱啊！这个世界啊，到处都是赚大钱的机会，就看你怎么去动脑筋吧。我这个人就是笨，不会动脑筋。不过只要跟着你就对了，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那记住，你和我是兄弟，你跟着我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太多了，少一点。坤哥，坤哥，坤哥，我约的客户呢，马上就到了，我们再等一等吧。麻烦你驾照。我驾照在车里，我去拿了。对方取消交易不来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还问？你是怎么谈的？临时才跟我不来。不好意思，坤哥。哎，昂掌柜啊！来，我来跟你介绍，他是我从小认识的兄弟，叫桂祥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他就跟着我了。坤哥，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头抬起来。哦，刚才不小心扭到脖子，头抬不起来。哦，那么不小心呐？我尿急，先上个厕所。等等。今天没有出去抄牌开罚单 ，Sir。今天没有出去抄牌开罚单 ，Sir。他是警察！先别动！
弟，这笔账我迟早会跟你算。你单独一个人行动太危险了，我不是叫你不要轻举妄动，等我的安排行事吗？小鱼社，有朋突然要我上车，我一时来不及反应，也没时间通知你们。我知道你们在监视他，也会保护我。我们当然会保护你，不过你自己也不能太鲁莽，一定要先考虑自己的安危。You understand? Yes, sir。我以后不会再鲁莽行事了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，帮了我们速毒局破获了大批毒品，也将毒贩一网打尽。只可惜买家突然取消交易，没出现。做坏事的人迟早是会落网的。丁有朋和王仲坤2个落网的大新闻，你看到了吗？要不是我临时取消这次的交易，我跟你已经上了头条了。对不起，是我失策。从一开始我就反对碰毒品，你就是不听。是我没有弄清楚，以后我做事会向你请示，你点头我才做。当然，如果不是碰上警方的突击，这次的交易就会很顺利的进行。你现在就可以在 boss 面前记上一功。你这样想，没错。我没这么想，我做事都是为了集团。大家都是在帮 boss 做事，有什么想法当然可以提出来，但是要记住，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。是，我记住了。没事，去忙你吧。喂，你们这个月有没有拿到利息？不止这个月，连上个月都没拿到。我打电话给那个左凯文，也没有人接听。我跟朱志明还找上他的公司嘞，结果里面空荡荡的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那是一定跑路了。那我们不是也连本金也拿不回？这个混蛋呐，连我们的血汗钱也要骗，一定遭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你们最多不是损失几千块，我才惨呐，4万块钱的棺材本全都没了。你有比我惨吗？我8万块全部泡汤了。说什么？8万？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你不是只投资3000块吗？都是那混蛋了，说什么钱生钱，投资10万块，每个月有5%的利息可以赚，不用做工，翘着脚都有钱拿。我问你，那8万块哪里来的？借到阿龙啊？我有这样笨吗？为了赚5%的利息去跟阿龙借钱，然后再还他们28%，我不如去跳楼死。那钱哪里来？天上掉下来啊！我把春娇的摊位给卖掉了，从下个月开始，就由别人来接手了。什么？你把摊位卖掉？那你又靠什么生活？哦，你惨了！春娇出来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还不是你这只鸡王害的！你信赖的，现在钱不见了，你赖在我身上。现在全部都我4万块都抛开了，不要吵了，谁啊？不要吵了，你们不要吵了。魏霞，你是警察，能不能帮我们把钱要回来？你们去报警吧。已经报了警，这件事就让警方去处理吧。8万块就这样没了，我真的不甘心，我不甘心了。还不是怪你自己贪心，人家说不用做工，翘着脚就有钱赚，你就相信，又不是小孩子，给你糖吃你就把整个摊位给卖掉，是不是笨了一点啊？还说自己是什么老江湖，见过世面，人家随便说2句你就上当，传出去的话，看你的脸往哪里丢。你说够了没有？我这样子做完全是为了你。喂，你不要随便赖到我这里来哦！我可没叫你卖掉摊位去投资那个什么宇宙之光的。我是心痛你没有钱，被那个耍妹给甩了，所以我才把所有的钱全部丢下去，希望多赚一点钱，让你去当老板，看看还有哪个女人敢瞧不起你。真的是好心被雷劈。我没有被人甩哦，是我不要他，不是他不要我。而且我只喜欢当警察，当老板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你就是这个样子，
没志气，没出息，怪不得各个女孩子都离开你。之前是警花，现在连傻妹那种少根筋的女孩啊，都宁愿选个年纪比较大的有钱人，都不要你。是我没志气、没出息，但至少我没偷没欠，安分守己的过自己的生活，不像有些人抛弃老婆，还靠别的女人吃软饭，拉了屎还有人家帮你擦屁股。臭小子，你敢跟我这样讲话？你不要忘记，你小时候拉了一裤子的屎，是谁替你擦屁股？是我。你放心吧，就算我现在得了老人痴呆症啊，也不需要你来替我擦屁股。那就好。那个女人放出来跟你要摊位要钱的时候，你自己去解决，千万不要拉我下水，说什么卖摊位都是为了我。放心吧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承担。最好是这样喽。周凯文，你这个死混蛋！如果不把我的8万块吐出来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Madam， 放2个星期的假，整个人都容光焕发，越来越漂亮了。是不是吃了我买的巧克力，嘴巴也变甜了？日本我没去过，好不好玩啊？那就要看跟谁一起去。Madam 和42度蜜月，甜甜蜜蜜的，当然是玩得特别开心。太羡慕了！这么羡慕，就赶快去结婚吧。这，你放我2个月的假，我们马上结婚。Sorry， 我不吃油腻的东西。哎呦！师傅，怎么不说话？东华怎么样了？他没事，刚动了手术，我老婆在美国陪他。是，有宗诈欺案从金属转了过来。大家准备一下，10分钟后开会。是。你们忙你们的，我先回办公室。根据警署传来的资料，大约有50多个报案者，都是跟宇宙之光的投资计划有关。涉及的投资款额超过500万。这个人叫左凯文，36岁，宇宙之光的负责人。那些报案者因为联络不上他，怀疑他们投资的钱都被骗了。我们首先要调查宇宙之光的运作过程，公司是不是真的有在海内外进行投资赚取回报，还是一开始就策划好，存心要欺骗投资者的钱？还有，找出关键人物左凯文。请问你是左凯文先生吗？我是。我是特别罪案处理处的魏蓝天，我们怀疑你涉及一宗商业诈欺案。我们接到多个报案者的报案，说你诱骗他们，把钱投资在高回报率的宇宙之光。我没有诱骗，是他们自愿拿钱出来投资的。可是你只给了他们几期的利息之后，就不见人影，投资公司也关门了，他们找不到你，也拿不回自己的本金。我是正当商人，我只是因为投资失利，暂时没有钱还他们。我没有骗他们的钱。左先生，这些话，请你回警局再说。左凯文大学毕业，没有任何案底。之前在澳大利亚一家银行担任财务顾问，1年多前离职，成立了宇宙之光，以高利率吸引了不少的投资者加入。前半年都有定期给他们利息，直到最近才出现状况。表面看起来，这个人好像没什么问题啊。是，资料显示有一个投资者一次过投资50万，是投资额当中最高的一位，但是这个人并不在报案者的名单里。梁中正，我让你把200万填回去，你填了没有？我帮你回答。你不但还没有填，还私吞了投资者的钱，结果他们跑去报警，提早把宇宙之光曝光，搞砸了我们的计划。现在警方已经牢牢盯死你，你要我怎么向 boss 交代？
我知道错了，我也是心急想把钱填回去，还以为可以拿投资者的利息先顶一顶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。看在我跟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我们站在同一条船上，如果船沉了，你也会跟着掉下去的。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？我们出来混的，无论之前做过什么，迟早都要还。好，警方很快就会查到这投资是个骗局。我暂时安排你离开这里避一避，等安排好了再通知你。我的钱都被银行冻结了，你可以给我一笔跑路费吗？我到外国还需要生活的。我给你10万块。10万？你暂时给我忍一忍。boss 那边会帮你交代的。喂，钟正，我能到你办公室来一趟吗？好。来，谢了。是什么风把2位吹来啊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找你当然有事。什么事？你有听过宇宙之光吗？宇宙之光，怎么了？宇宙之光的投资者集体报案，指控负责人左凯文诈欺他们的钱财。我们在投资者的名单里发现了你的名字，所以上来跟你查证一下。没错，是通过朋友介绍我认识左凯文的，觉得这个人挺有生意头脑，有他一套说法，所以就投资了50万在宇宙之光。不过在半年前，我已经把钱撤回来了。那你还真是幸运，在这次事件中，有很多投资者连本金都拿不回，辛苦积蓄的钱就这样没了。那倒是，幸运之神一直眷顾着我，我的事业才会一帆风顺，我才有能力去帮助需要我帮助的人。你刚才说是通过朋友介绍才认识左凯文的，那是多久的事？应该是回来新加坡之后的事。看他外表成熟稳重，态度也诚恳，没想到他竟然是个骗子。虽然我这次没有受到影响，不过愿意协助警方提供任何我所知道的事。那好，谢谢你。找我找的那么急，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昨晚我老婆打长途电话回来说，东华的病情恶化，需要马上动手术。那天不是听你说手术很成功吗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医生说骨髓移植出现排斥现象，需要马上动手术，不然他会有生命危险。这次的手术比上一次的手术费高。放心，我可以帮你。不过我有条件。我不能让左凯文落入你们警方手里，否则我会有麻烦。原来你真的跟这案子有关系的，你是他的幕后老板。这你不用知道。我已经安排他离开这里了，只是怕你们警方死盯着他不放，让他走不成。只要你把警方的行动通知我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你女儿不能有事，你的犹豫只会增加她的痛苦。上次，你想清楚再来找我吧，啊？这几天我会陪我女儿去度假，能享受天伦之乐是种幸福，你也可以拥有。
啊，是你啊！好。如果每天都可以跟你们出来玩，每天都像今天一样开心就好。你爸爸还要做工赚钱的，不可能天天陪你玩。爸，我们回泰国好吗？这里住的不习惯吗？比起泰国，这里的环境好太多了。住的是大房子，坐的是大汽车，家里还有佣人服侍，什么都不必做。哦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泰国？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因为我想家了。我想爸爸多点时间陪我，我只想过简单的生活。爸，可以吗？过些时候再说吧。好，来。刚才你为什么不答应洪熙回泰国啊？他看起来很失望哦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手头上还有很多事情，不能说走就走。钱是赚不完的，你跟洪熙才刚相认，你应该多花点时间陪他。因为我不想吗？我想抛下一切，跟洪熙过平静的生活。但是在我人生最低潮、最落魄的时候，是 boss 拉了我一把，我才有今天的成就。他现在最需要我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这个情我欠他的，你懂吗？那倒也是。可是洪熙，给我点时间，我把所有的事处理好，我就带你们回泰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你回泰国啊？你就答应我吧，我希望我们一家三口能到泰国过洪熙要的平静生活。哎，不过少了物质上的享受，你愿意吗？你知道我是在哪里长大的吗？我是在乡村长大的，这种地方对我来说根本就是天堂。那你是愿意了？好，那就搬进来跟我们一起住吧。洪熙多一个伴，就少了寂寞。就当着你答应了。Enough for me, Chai. Right there, over.教练刚刚传简讯说他临时有急事不能来，明天再给你补课。见人家打得好，很羡慕吧？你很不错了，从完全都不会打到现在已经有点基础，将来一定打得很好。明天再来。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打球啊？我们只有3个人，你加入的话，我们可以打双打。可以吗，爸爸？当然可以。你好，我是廖心怡。杨忠正，杨洪熙，我女儿。你好。你好。打球吧，加油吧！我在前面咖啡等你。
考虑清楚了吗？以后联络我，打我另外一个手机的号码。最近有查到什么吗？这是10万块，先用着，不够再跟我说。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我的事。爸，Uncle Jimmy， 哎嗨，爸，累了吧？还好，我先走了，不烦你们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悉尼，哎，这么巧啊？对啊，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哦，我遇到个朋友，跟他聊天喝咖啡。哦，你们认识很久了？不久。你认识洪熙的？我今天才刚刚认识他，刚才跟他打球。哦。东莞的病怎么样了？他好多了，在康复当中。那就好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聊，我先走了啊。嗯。改天约吃饭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经过查证，证实宇宙之光在外国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伪造的，所有投资者的钱都转到不同的户头，再从这些户头转到卓凯文的秘密户头。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，卓凯文是存心欺诈投资者的钱，可以正式将他逮捕。卓太太，我们要找卓凯文，可以进来看看吗？请进。你们找我先生什么事啊？卓凯文涉嫌一宗欺诈案，我们现在逮捕他了。我先生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打电话给他，他也没有听。是卓凯文。Madam， 哎，午餐到啦。你在忙什么？在整理一些旧档案。来，先吃吧，吃饱了再做。那宗商业欺诈案查得怎么样？本来已经掌握了证据，上门抓人，谁知道慢了一步，被他溜掉了。如果他逃到外国去，要抓他真不容易。他的护照被我们扣住，要出境应该没那么容易。我猜测他目前还藏身在本地。等着机会脱渡出去，我已经通知 PID 帮忙，一定要把他给找出来。对了，我刚才在整理文件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竟然有你的好朋友杨中正。是吗？这张照片是夹在 Jeffrey Thomas 的档案里。Jeffrey Thomas 是10个月前被泰国杀手劫杀的澳洲籍会计师。中正怎么会在照片里呢？而且好像又认识了 Jeffrey Thomas。你刚才说是通过朋友介绍才认识卓凯文的，那是多久的事？应该是回来新加坡之后的事。发现什么？这个人就是我们要逮捕的欺诈案嫌疑犯卓凯文。钟正在国外就已经认识卓凯文，为什么他对我说谎呢？喂，有卓凯文的下落了。好，我马上行动。
居兵，Yes sir。去通知大家，10分钟后集合。是我。我们已经有周凯文的下落，现在马上行动。嗯。嗨，你好，我是维修员，请问你们的复印机在哪里啊 Hello, over here, please. 哦，不好意思啊。警察已经查到你躲在这里了，把你东西收拾一下，马上离开这里。警察这么快就找到我了？一晚上8点到正八湾码头，那边会有人接你。我身上没钱，我可以去哪里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会给你10万块。10万？我为集团卖命，做这么多事才值10万？那你要多少？300万。你私吞200万，我都没向你追究了，还引来警方的注意，你还要300万？你不给，集团见不得光的资料就会曝光，我看你怎么跟我交代。你以为杀了 Jeffrey Thomas， 再把 U 盘丢掉就没事了吗？你没想到吧？他预先复制了一份给我，要我帮他保管。万一他出事，就把 U 盘交给警方。可是我没这么做，我现在只是要钱。你给我300万，什么事情都解决了。你信不信我先把你杀了，再拿回 U 盘？我已经复制了几份给可以相信的人，你要不要赌一赌？你杀了我，你看警察会不会收到资料？你夹住我，抢走 U 盘你也跑不掉啊！我只是要钱，我是通缉犯啊！我在外国没有钱也待不住啊！我还不如留在这里，保着大家一起死。好，你今晚就准时去码头，我会把钱准备好的。你拿了钱，就不要再回来了。你个混蛋，骗我钱，骗我，骗我的钱，骗了！有话慢慢说，有话慢慢说，救命！上去！去哪里？开车！周凯文早不退房，晚不退房，偏偏在我们赶到的5分钟前离开。他好像有预知能力，知道我们来拘捕他。你的意思是有人通风报信？可是这次的行动只有我们这里主人知道。别乱猜测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周凯文。周凯文就住在这间房。请问刚才有人来这里过房间吗？
客人退房之后，负责这层楼的清洁大婶就会来整理房间。那这位大婶还在这层楼吗？她应该还在隔壁房清理。是。我去问问他，看有什么发现。安迪，什么事啊？我是警察。刚才在清理那间房间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？比如说客人留下的东西吗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我站在分岔路抉择的两端，难选择不知怎么办，轻易之间让心为难。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，人生路有不测变幻，黑白间的隔墙，要如何判断？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。对与错无绝对答案，尽快走出灰色阴暗，重新再活一段。拒绝这诱惑的迷幻，捍卫着心中不变的答案。别为了那欲望掉入了深渊黑暗，要感受心中那股炙热力量。我不断反复地想燃起心中太阳，朝着光一定不会遗忘，驱散心里的黑暗，举起不屈的能量，无论何时坚信着我的信仰。